我叫庄必凡，是一位漫画家。直到前几天，我看到一起碎尸杀人案，我发现凶手竟然是我漫画中的鬼。警局里，杨警官，你相信世界上有鬼吗？正在做笔录的老杨愣了一下。幸福花园灭门案，一家7口密室碎尸，凶器上只有他们自己的指纹，这案子到底怎么查？老杨低头看了一眼桌上的资料。小伙子，我们最近很忙的，要不是你说有灭门案的线索，我根本没空见你。凶手叫阿洛。谁是阿洛？庄必凡拿出一沓画纸，这是我画的漫画，叫《雨夜杀人鬼》。漫画里杀人的鬼就叫阿洛。等会儿，你的意思是你漫画里的鬼跑出来杀了人？没错，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但我说的都是真的。那杀人手法和我漫画里的简直如出一辙。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要开，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杨警官，你想想，除了鬼，还有谁能在密室杀人，并且不留下任何线索？警局会议室门口，一个年轻警察迎上老杨。队长，你来了！突然通知开会，啥情况？说是省城那边派了个专案组过来，专门处理咱们阳城最近这些诡异案子。专案组？好像叫什么鬼案组，咱们局长都亲自去迎接了。庄必凡的家，庄必凡推开门，一个中年女人捧着生日蛋糕，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满桌饭菜前。儿子，祝你生日快乐！小凡，今天可是你20岁生日，快来，你妈给你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最近太乱了，连我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庄必凡坐到餐桌前。咋了？愁眉苦脸的？没啥，就是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最近各地命案多，你没事少出门。行了，快吃饭吧。庄必凡吃了一点。爸妈，我吃饱了。转身进了卧室，母亲看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庄必凡回到卧室，打开电脑。晚上警方咋说的？信了吗？怎么可能信？你是不是压力太大，出现幻觉了？打字回复消息。回来了，果然不信。要不哥们过去找你，带你洗脚按摩，放松一下。呵呵，这就是男人。庄必凡愣了一下，接着打字。先不说了，人快傻了。要不是我爸妈在家做好饭，我连自己生日都忘了。群里突然没人发消息，过了5分钟，突然一条消息弹出来。哥们，你别吓我，你不是孤儿吗？庄必凡浑身颤抖。对啊，我从小就是孤儿，哪来的爸妈？庄必凡的卧室。对啊，我从小就是孤儿，哪来的爸妈？庄必凡坐在电脑前，回头看向卧室门，浑身颤抖。经历过阿洛的事情，我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有鬼，可他们为什么会来我家？庄必凡猛地起身，冲向衣柜，翻出了一本陈旧的草稿本。难道是你们？这是我画的第一部漫画，一对鬼夫妻伪装成独居者的亲人，然后把他们杀掉，因为没亮点被编辑拒稿了。就是小卡拉蜜鬼，可就算是小卡拉蜜，出现在现实里也没背景、没性格、没动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这让我怎么找规律活面？我当年怎么画了这么个玩意儿？卧室门被轻轻推开，母亲端着一盘苹果走进来。小凡，你刚才一点东西都没吃，吃点水果填一下肚子吧。来了。庄必凡挤出笑容，双手微微颤抖地接过果盘。谢谢妈。你先别急着睡，爸爸妈妈给你一个惊喜。庄必凡手里的苹果啪地掉在地上。惊喜？漫画里这就是他们杀人的预告。母亲关上门离开，庄必凡背靠着门逃。不行，他们会立刻动手。报警，警察只会当我是疯子。等等，没有性格，没有背景。庄必凡猛地从地上站起。如果我给他们加上呢？庄必凡冲回书桌前，拿起画笔和那本旧草稿。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庄必凡在草稿上快速修改补充内容。你们有一个女儿，18岁生日那晚，为了一个叫阿洛的流氓和你们大吵一架。一个房间里，少女跑出家门。我才不要进场，我就要和阿洛在一起。那个阿洛就是个街溜子，你给我回来！河边放了一枚染血的发卡。庄必凡卧室。你们的女儿当晚被杀，碎尸河边。你们因为愧疚和悲痛，先后自杀，化作厉鬼，四处寻找凶手阿洛。庄必凡给漫画中的父亲左眼上画上了一道疤。王栋，你的左眼在厂里出过事故，是瞎的。我把你们和阿洛的故事串联到了一起，现在就看有没有用了。庄必凡的卧室，凌晨12点。庄必凡猛地回头，两张惨白的面孔正坐在他的床边，阴笑看着他。儿子，别怕，妈妈会轻一点的。庄必凡捂着脖子，身体飘在半空。我知道阿洛在哪。王栋和赵海霞脸上的笑容消失，死死盯着庄必凡。你说什么？告诉我，那混蛋现在在什么地方？成了，我改的设定奏效了。他就在阳城，杀了我，你们永远
也别想找到他。赵海霞松手，庄必凡重重摔在地上。他在哪？前几天的幸福花园灭门案就是他干的，去那儿找。话音刚落，王栋和赵海霞瞬间消失，庄必凡瘫坐在地，昏睡了过去。庄必凡的家门口敲门声响起，庄必凡打开门。杨警官，怎么是你？老杨身后站着一个中年妇女。小庄，你们认识啊？见过。花婶，出什么事了7号房那个9岁的女娃娃昨晚死在家里了，杨警官来问问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7号房的女孩，那个很有礼貌，总喊我哥哥的小丫头。昨晚你听到什么异常了吗？没有，我睡得很沉，什么都没听见。老杨点点头，收起本子。对了，你昨天说的是新来的专案组很感兴趣，要不是这边出了案子，他们一早就来找你了。杨警官，你相信我的话了？是专案组对你感兴趣，你在家等着，别乱跑，他们有话要问你。那专案组是干什么的？不该问的别问。小区保安室监控屏幕前，一个年轻女孩打着哈欠，她身后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钱财没丢，门锁完好，排除入室抢劫，可以定性为诡异案件。知道了。凌晨时分，巴干街的房门自己打开了，走廊上空无一人。一个穿粉色睡衣的小女孩走了出来，对着空气说话：“通知分局立案吧，又多了一起诡异案件。”钟小爱和老鬼转身离开监控室。小区超市，钟小爱和老鬼正在向花婶询问：这些年他们家里就他奶奶，但前些年去世了，我还去随过份子呢。他和他奶奶关系怎么样？好得很，老太太最喜欢这个小孙女，那真是捧在手心都怕化了。钟小爱点点头。小爱，你怎么看？有点奇怪，按花婶的说法，老太太是寿终正寝，按理说不太可能化作诡异害人，更何况还是自己最疼的孙女。但监控显示，潜入室内的诡异极大可能是女孩熟悉的人。管他是谁，今晚加个班收了就行了。小区内，老杨走过来，看到钟小爱和老鬼。两位专员，我问了楼上楼下的住户，都说昨晚没听到任何动静。麻烦你了，杨警官，案子我们已经有头绪了。不麻烦，都是我的工作。需要抓捕嫌疑人吗？我们刑侦队的兄弟随时待命。没事，今晚我们会搞定的。你昨天说的那个人能联系上吗？正好现在有空，我想去见见他。说来也巧，那个叫庄必凡的小伙子就住这个小区，和被害者是同一栋楼。我刚才问话的时候刚见过他。既然都这么巧了，那就先去见见他吧。老杨在前面带路。果然，这个世界真的要变天了。庄必凡家，庄必凡坐在电脑前，浏览网易贴吧。不只是阳城，全国各地都不太平，这些案子看起来都像是诡异干的。这个世界恐怕很快就要不一样了。敲门声响起，庄必凡看到门外的老杨以及他身后一男一女。杨警官，庄必凡，这两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专案组成员钟小爱、老鬼。你好，我叫钟小爱，阳城碎尸案专案队长。钟小爱转向老鬼和老杨：你们俩在外面稍等一会吧，我和他聊几句。我不是普通警员，隶属于诡案组第7分局17组的队长。诡案组是什么组织？就是处理普通警员无法处理的诡异案件，就好比幸福花园碎尸案的那只杀人鬼。原来国家早就有了应对部门，这才合理。杨警官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你确定那只鬼是从你漫画里跑出来的？我确定。既然是你漫画里的鬼，那你作为原作者，应该比任何人都了解他。我需要知道他的性格特点、杀人手法以及杀人条件。就像你说的，我比谁都了解他，不如让我帮你们一起抓住他。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有什么目的？我想加入你们。为什么？你应该能想到，我们的工作每天都会和诡异打交道，很危险。为了夏国，为了人民，为了世界和平。少来这套虚的。我最近在看网上的帖子，发现全国各地的诡异案件越来越多了。我们这种普通人面对诡异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加入你们说不定是一条活路。这小子倒是挺聪明，能猜到局面很快会失控。诡案组不会轻易招人。当然，如果你肯帮忙抓住那只诡异，我倒是有权利给你一份外勤人员合同。临时工也行，只要能加入诡案组，我就有机会搞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愿意。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在家等着，需要你的时候我会联系你。钟小爱转身离开。庄必凡坐在电脑前，一个群聊窗口疯狂闪动。兄弟们，好消息，岛国那边好像出大事了。啥好消息？富士山喷了，还是岛沉了？别卖关子了，有事快说。我表弟在岛国留学，说那边官方把所有住户家里的座机都给没收了，
好像是前些日子死了好几千人，都是莫名其妙的死在了家里。死人没收坐骑，难道是？你们说会不会是贞子？不会吧，贞子也跟阿洛一样跑到现实世界了。就算是贞子，一下子杀几千人，也太扯了。阿洛一次杀几个，贞子一次杀几千，差别在哪？是知名度。贞子是世界级的恐怖 IP， 我的阿洛只是个小众漫画角色。连贞子都出来了，那我啥时候能看见我作品里的女鬼？还有点小期待呢。少扯淡！要是咱们这也出现的家喻户晓的恐怖传说，我们能活下来吗？群里没有再谈消息，庄必凡看着屏幕发呆。被害女孩的家，房间漆黑，7根蜡烛被点燃，钟小爱在蜡烛之间拉上红线，挂上明灯。时间差不多了，别大意，哈啦，大概率只是一只幽级诡异小场面。诡异分6级：幽、恶、厉、天灾、传说、神话。幽级最弱，但愿他没判断错。红线上的铃铛突然剧烈摇晃起来，发出响声。来了！一道黑影猛地从窗外冲入，直扑钟小爱。小心！老鬼一把将钟小爱推开，自己被黑影狠狠撞飞，砸在墙上。钟小爱站稳身形，看清了那只诡异，一个全身青紫、满嘴獠牙的婴儿。这怨气不对，这不是幽级，是恶级。老鬼，没事吧？死不掉。死！鬼婴手脚并用，在屋内墙壁上高速移动，几个闪身便出现在钟小爱背后。鬼婴张开血盆大口，朝着钟小爱的脖子咬去。太快了，躲不开！太快了，躲不开！一团黑发从老鬼的头顶长出，缠住鬼婴，将他吊在半空。小鬼，我陪你玩。钟小爱趁机摸出一张符咒，贴在鬼婴的额头。天无忌，地无忌，阴阳无忌，百无禁忌，急急如律令。符咒自燃，火焰灼烧着鬼婴，冒出青烟。鬼婴体内爆发黑色怨气，小二他要暴走了，拖不住了。鬼婴脱困，转身就朝窗户飞去，被一道亮起的金色符咒狠狠弹回屋内。乖乖跟我走吧，你逃不掉的。就因为我杀了他，你们就要赶尽杀绝？他的人生原本应该是我的。你是他夭折的双胞胎哥哥，对吧？但这与我们无关，我们的工作是带你走。鬼婴冷哼一声，身体突然消失在原地。头呢？不好，这家伙传到楼下去了。庄必凡家，庄必凡正站在厨房，只要抱紧鬼案组的大腿，应该就安全了。明天得主动联系那个钟小爱才行。庄必凡打了个哆嗦，猛地转身，看到2张阴笑的面孔，王栋和赵海霞。王栋和赵海霞化作2道黑影，冲进庄必凡的身体。庄必凡浑身一震，抬起自己的右手，死死掐住自己的脖子。糟了，我的手不听使唤。突然，天花板上出现一团黑影，冲进他的身体。王栋和赵海霞的鬼魂从庄必凡体内飞出去。得救了！不对，好像又有脏东西进来了。庄必凡站直身体，双眼泛着诡异的红光。既然在楼下也安排了人手，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拦不拦得住我。庄必凡看了一眼王栋夫妇，直接冲了上去。哪来的疯子？怎么突然附在这小子身上，还对我们动手？哪来的野鬼？赵海霞扑了上去，3只鬼混战在一起，必须速战速决。那2个家伙马上就要追下来了，不给我活路是吧？行，那我就拖着你们一起死。这家伙是疯子，老婆，快走！想走？没那么简单。无数黑色怨气从庄必凡体内喷涌而出，将整个屋子吞噬。鬼域，鬼域，不对，这家伙要是真有鬼域，哪会跟我们缠斗这么久？没错，这只是他释放所有怨气制造的假象。老婆，跟他拼了！好，来吧，战！钟小爱和老鬼来到，庄必凡昏迷在地上，他身边还躺着3只鬼异。怎么回事？又冒出来2只恶级诡异？管他的，到手的功劳不要白不要。钟小爱迅速拿出特制的玻璃瓶，将诡异收了进去。这小子情况不太妙，他的状况和我们遇鬼者第一次使用诡异之力有些相似。钟小爱取出一个特制铃铛，在庄必凡耳边轻轻摇晃。发生什么事了？我这是怎么了？我还想问你呢，你家里怎么会有2只恶级诡异？说来话长，他们是来找我寻仇的，因为一个叫阿洛的家伙。等等，你说他们和阿洛有关系？没错，他们和阿洛有仇。有点意思，先走了，明天再联系你。钟小爱和老鬼转身离开，庄必凡看着空荡荡的家，打了个冷战，急忙跟了过去。你跟着我俩干啥？就是送送你们，没别的意思。咋了？被诡异吓破了胆，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了？也不是，我身为鬼案组的临时工，当然是要跟着队长你们，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小旅馆门口，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旅馆门口。咱们组织就开这个车啊？你懂个屁！开这个车盯梢隐蔽，咱们组织的战车开出来太吸引眼球了。你自己开个房间住下吧。
吧，有什么事明天一早再说，我要补觉了。庄必凡愣了一下，也去开了间房。第二天早晨，庄必凡在钟小爱的房门前用力敲门。队长，醒醒，啥时候签合同啊？大哥，这才几点啊？8点半。我就是想问问，我加入鬼案组的合同能不能早点定下？进来吧。房间里，临时工合同我手里暂时还没有，我会让分局那边送一份过来。行，那啥，我能问问正式加入鬼案组有什么条件呢？你问这个，那我先问问你，你会啥？庄必凡摇头。虽然只是临时工，但如果你以后有重大立功表现，倒也不是不能转正。队长，那我能问问你们是怎么对付诡异的吗？如果我以后有机会正式加入鬼案组，是不是能像你们那样拥有超乎常人的力量？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我必须拥有力量。能不能和诡异对抗，跟是不是鬼案组成员关系不大。我们对付诡异的力量分2种，一种是我这样的学道术，另一种就是老鬼那样的遇鬼者。遇鬼者，简单说就是和诡异签契约，借用诡异的力量。可以同时和好几个鬼签契约吗？你以为是签劳动合同啊？别说好几个，就算只契约1只鬼，那代价一般人都受不了。用诡异的力量时，他们身上的怨念、仇恨会把你的意识淹没。意志力不够强的话，用1次就会被反噬。如果意志力够强呢？那就能多用几次，不过最后都免不了被反噬。当然也有例外，但那是鬼案组的机密了。老鬼他也快到极限了吗？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这个问题我不能告诉你。先说说那个阿洛的情况，人物设定、背景、杀人方式。阿洛在一个雨夜被女朋友和情夫联手杀了，所以他化作厉鬼，只在雨夜出现，把人残忍肢解。话音刚落，钟小爱的电话突然响了，她接起电话。昨晚又发生了一起碎尸案，是阿洛做的，手法和之前幸福花园的很像，但最大的问题是昨晚没下雨。不可能，我的漫画叫雨夜杀人鬼，阿洛只会在雨夜出现，这绝不会错。我现在必须马上赶去警局。我和你一起去。阳城警局会议室，投影幕布上是血腥的尸块照片，老杨正在介绍案情。被害者是一家5口，和上一次幸福花园的碎尸案手法相同，现场和监控都没有任何异常。钟小爱推门而入，庄必凡和老鬼跟在身后。老杨停止介绍，看着庄必凡：“这是我们在阳城临时征召的编外人员，你继续说。”老杨点点头，介绍完情况离开会议室。阿洛为什么会在晴天杀人？这不符合常理啊！有没有可能阿洛因为什么事发生了变化？难道是因为我修改了王栋和赵海霞的背景，把阿洛也加了进去，所以导致他的情况变了？要不要问问王栋和赵海霞？钟小爱关好门窗，贴上符咒，然后才打开了封禁的王栋和赵海霞的瓶子。2道鬼影一出现，王栋瞪着庄必凡：“小子，你果然想害我们！”老鬼上前一步，挡在庄必凡身前：“找你们出来是想了解一点情况。阿洛，你们认识吗？”“怎么不认识？厂外面一个游手好闲的盲流子，就是他害死了我女儿。当年咱们大庆炼钢厂，谁不知道阿洛是个什么东西？”大庆炼钢厂这个名字，我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不对，阳城以前好像就有这么个炼钢厂。你们说的大庆炼钢厂在什么地方？废话，当然是在阳城，全国还能有几个大庆炼钢厂？警局走廊，庄必凡冲出会议室，找到站在门口的老杨。杨警官，问你个事，你知道大庆炼钢厂吗？是咱们阳城的对吧？大庆炼钢厂都倒闭几10年了吧？当年倒闭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你突然问这个干啥？杨警官，能不能麻烦你在警局调一批卷宗过来，要当年和大庆炼钢厂有关的，并且死了人的案子？老杨朝着屋内的钟小爱看了一眼，钟小爱点了点头。阳城警局会议室，一大堆泛黄的旧卷宗被搬了进来，堆在桌上。庄必凡快速翻找，找到了一份卷宗。王云，这就是王栋和赵海霞的女儿。他继续翻找，又找到了王栋和赵海霞死亡的案件卷宗。庄必凡拿着几份几10年前的卷宗，双手颤抖。怎么可能？我漫画里虚构的角色，在我出生之前的几10年，就真实的在阳城存在过了。可这卷宗又怎么解释？阳城警局会议室，怎么可能？我漫画里虚构的角色，在我出生之前的几10年，就真实的在阳城存在过了。可这卷宗又怎么解释？到底怎么了？你这表情跟见了鬼一样。这事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我漫画里虚构的角色，在我出生之前的几10年，就真实的在阳城存在过了。你确定他们是你漫画里的角色？我100%肯定。如果王栋和赵海霞都是真的，那阿洛呢？庄必凡在桌上那堆泛黄的卷宗里翻找。这时老杨走了进来。小庄，你找什么呢？需要我帮忙吗？杨警官，这些卷宗里有没有一个叫阿洛的？阿洛是外号吧？
有没有具体姓名？庄必凡摇了摇头。行，我去找局里的老人问问，看有没有印象。老杨转身离开，王栋和赵海霞的鬼影现身。你们在找阿洛？如果你们要杀了他，我们可以帮忙。你们是唯一见过他的人，帮忙找找，看看这些卷宗里有没有他的照片。我还是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在几十年前就出现过？大哥，你们都不清楚的事，我上哪儿懂去？会不会是你小时候听说过他们的案子，下意识地画出了这样的漫画？不可能，王栋和赵海霞这两个名字都是我那天晚上临时瞎编的。王栋和赵海霞翻完所有卷宗，摇了摇头。这些卷宗里没有阿洛那王八蛋的照片，搞不清楚他的杀人习惯，就没法预测他下一次出现的地方，太被动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分局判断，再让他杀下去。一旦进化成了立即诡异，会死更多的人，到时候就更难对付了。我尽力。对，一定还有别的线索。我设定的背景太简单了，但现实里的人一定有更多的社会关系。庄必凡将目光转向王栋。王叔，谁是你叔？少跟我套近乎。哎，咱们现在是盟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再说了，我可没骗你们，幸福花园的案子确实是阿洛做的，只是你们运气不好没碰上。你到底想问什么？有屁快放！我想问问，当年你们厂里有谁和阿洛走得比较近吗？那小子经常在厂里偷铁出去卖，能没熟人吗？就我们厂保卫科的一个小子，成天和他厮混在一起。他叫什么名字？现在还活着吗？叫个啥来着？时间太久了。姓常，叫常勇。对，就是那小子。庄必凡、钟小爱和老鬼三人对视一眼，点头。警局走廊，老杨，帮忙查个人，当年在大庆炼钢厂保卫科的，叫常勇。常勇，你怎么了？有问题？没啥，我先去查一查再说。阳城警局会议室，怎么了？没查到？查是查到了，只是那人就在咱们局里。老杨，你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咱们局的常勇副局长当年就在大庆炼钢厂的保卫科工作过，后来因为一次立功表现，转到了咱们系统，一步步干到了现在的位置。带我们去见他。是。算了，不为难你，我们自己去。6楼转角就是他的办公室。常勇办公室，钟小爱在前，庄必凡和老鬼跟在身后。办公桌后坐着一个中年男人。谁？不会敲门吗？常副局长，鬼案组办案，需要你配合。原来是鬼案组的专员，快请坐。吃饭了吗？这也到饭点了，咱们一起吃个饭。吃饭就不必了，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下当年大庆炼钢厂的案子。几十年前的老案子了，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你和阿洛是什么关系？阿洛，我不认识这个人。常局长，你身上这身衣服还想穿吗？专员，我确实不认识叫阿洛的人啊。这家伙是副局长，几十年前偷鸡摸狗的事，他肯定不会承认。常局，你别紧张，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阿洛这个人，你和他以前做过什么，我们不关心。真的不认识。这样，我晚点帮你们问问以前的老同事。死鸭子嘴硬，没有证据还真拿他没办法。行啊，那你不是想请我们吃饭吗？就今晚吧，你先帮忙问问，我们晚上边吃边聊。好，那我下班联系你。钟小爱三人转身离开。这群人怎么会知道阿洛？电话响起，局长您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他们。对，我真的不认识那个阿洛，我尽量帮忙问。挂断电话后，常勇又拿出手机。老婆，晚上跟我吃个饭，是上面下来的专案组，你来了就是家宴，意义不一样。傍晚，福来林大酒楼包厢内，庄必凡、钟小爱、老鬼已经就走。王栋夫妻俩很肯定，常勇当年和阿洛关系很铁，看来这顿饭没那么简单。来晚了，这是我太太于燕，听说我要请几位专员，非要跟着来见识见识。你们好。钟小爱的目光落在于燕手腕的佛珠上。于太太也信佛？是啊，我太太心善，吃斋念佛好多年了。真巧，我也信。这串佛珠能给我看看吗？抱歉，妹妹，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叮嘱我不能离身。你要是喜欢，我改天给你买一串一样的。别废话了，说正事。阿洛当年是怎么死的？这位专员，我们真不认识什么阿洛，他怎么死的？我们哪知道啊？常局，下午让你打听的事有消息了吗？问到了，我那老同事说，当年厂子外确实有个叫阿洛的混混，倒卖厂里的废铁，后来就没消息了，估计是得罪人，被仇家砍死了吧？他是个孤儿，死了也没人报案。钟小爱腰间的玻璃瓶突然剧烈抖动起来。王栋和赵海霞怎么回事？小云，你没死啊，我的女儿。两只鬼影扑向于燕，却在靠近他的一瞬间，被一道无形的力量摊开。什么？常勇的老婆是早就死了的王云。福来林大酒楼包厢，常局，你之前在大庆炼钢厂工作，应该认识王栋和赵海霞吧？厂里上万人，我一个保卫科的哪能谁都认识？你问他们干嘛？
没什么，查阿洛的时候查到一点线索。那个阿洛在大庆炼钢厂有个女朋友叫王云，据说当年王云被人杀害后，阿洛也跟着消失了。我说的王栋和赵海霞就是那王云的父母。于燕低头看着手上的佛珠，各位专员都是几十年前的陈年旧案了，为什么要翻出来？这些案子和你们查的鬼案有关系。鬼案组调查的案子，你无权过问。大庆炼钢厂的事情，知情人不止你一个。就算你不说，我们一样能查到。走。庄必凡跟着起身走了。王栋和赵海霞看了于燕最后一眼，跟着走了出去。破旧的二手面包车内，你怎么看？常勇和于燕背后有事，当年的事肯定没那么简单。搞清楚背后的事情，或许就能想办法找到阿洛。王栋和赵海霞的鬼影在后座显现。我想和女儿见一面。见什么见？你现在这个样子去吓唬她吗？我只是想和她说说话。你们就没想过你女儿为什么没死吗？或许是当年警方弄错了，我女儿离家出走，他们就判定是我女儿了。可能性不大，我总觉得这件事背后没那么简单。刚才你们也发现了，你女儿手上的佛珠不是凡物，你们根本进不了她的身。你觉得她那串佛珠是为了防谁的？你该不会说我女儿戴那串佛珠是为了防我和我老婆的吧？我的意思是，她防的是另一只鬼。阿洛，我怀疑阿洛当年的死肯定和王云常有关。王云之所以一直带着那串佛珠，就是为了防止阿洛找到他。也就是说，只要取下那串佛珠，那只杀人鬼阿洛就会出现。你们想干什么？我可告诉你们，要是你们想害我女儿，我就和你们拼了。破旧的二手面包车内，你们想干什么？我可告诉你们，要是你们想害我女儿，我就和你们拼了。拼命？你们有这个资格吗？别把气氛搞这么僵，我们的目的是对付阿洛。你们也听到了，我们是要对付阿洛，不是想对付你女儿。如果不除掉阿洛，你们女儿就永远没有安全的那一天，明白吗？总之，不能让我女儿冒险当诱饵，不行。是我，钟小爱，杨城阿洛的案子有新进展，对，情况复杂，我需要支援。好，尽快。搞定了，支援的人明天早上应该就能赶到。行啊，开始工作吧。工作。蹲点，如果运气好碰到那个阿洛出现，就不用这么麻烦。正好合同也打印出来了，待会你有时间就把合同签了吧。全身印向小区门口，破旧的面包车停在路边阴影里。你看一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吧。行啊，以后你就是我们小组的外勤了，好好干，有立功表现，转正不是问题。队长，比起转正，我更想知道怎么和诡异签订契约。这就是契约，用你的血涂满这些符印激活，然后找只鬼，让他在空白面留下灵魂印记，就算成了。一般来说都是正式工，从9号监狱里挑一只合适的诡异，在组织的帮助下签约。9号监狱是什么地方？关押诡异的地方，我们活捉的诡异都会被送去那里。我想试试。你想和那对夫妻签？我劝你谨慎点，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和一只鬼签，他们俩的力量太弱了，不知道。前2天不是刚收了只鬼婴吗？要么让这小子试试。你疯了！别说他能不能成，就算签了，以他现在的状态，见过一次鬼婴的力量，人就得废了。差点忘了，这小子还是个新人。夜深，路上冷清没人，烟没了，我去买包烟。我跟你一块去，正好下车活动活动。街边小卖部，庄必凡和老鬼一前一后走进小卖部，拿包红塔山。鬼哥，我来。老板，红塔山不要了，拿包华子。烟太好，我抽不惯。老鬼自己付了钱，拿着红塔山转身就出了门，庄必凡只好跟了出去。街边马路，老鬼没有上车，而是在马路牙子上坐下，点燃了一根烟。鬼哥，如果我和那只鬼婴签订了契约，能有多强？你真想走这条路？想。为什么加入鬼案组？为了国家和人民。说实话，世界变了，我想给自己找条活路，不想哪天稀里糊涂就被诡异弄死。可惜你找的是一条死路。钟小爱说过，和鬼签契约会变成疯子。疯只是对外界的说法，实际上人类的灵魂比诡异脆弱太多。你引导他上身的次数越多，他就越能掌握你的身体，到最后他们会鸠占鹊巢。现在有时候我都分不清，我到底是我还是女鬼秦岭。如果你的身体完全被那秦岭占据，鬼案组会怎么对你？最好的结果关进9号监狱，最坏的就是消灭我。那你现在解除契约呢？还来得及吗？契约是双向的，不是你想解除就能解除的。他们图的就是你这副肉身，想要得到超出常人的力量，就必须付出代价。那你又是为了什么？
我和你不一样，我是真的为了国家和人民。如果没有为了别人牺牲的想法，只是想活下去，我劝你最好不要签。老鬼说完，便转身回了车上。庄必凡独自站在路灯下，盯着手里的羊皮纸契约，沉默不说话。签订契约就等于按下了死亡倒计时。钟小爱拿着手机在庄必凡身边坐下。老鬼都告诉你了。那我也就不多废话了。世界是公平的，想得到什么，总得付出点什么。那你呢？你付出了什么？你知道什么叫五弊三缺吗？听过，鳏、寡、孤、独、残，还有福、禄、寿。我用的力量越多，这些东西就越可能出现在我身上。不过比起老鬼他们，我们算好的啦。老鬼是为了国家，你呢？为了钱，1个月10几万的工资，干几年就能退休躺平了。他这本事挣钱还不容易，肯定不是为了钱。钟小爱腰间的铃铛突然清脆地响了起来，两人同时一愣。不远处，一个身材魁梧的鬼影缓缓走进了小区。街边马路，阿洛。钟小爱和庄必凡冲回面包车旁。老鬼，目标出现，准备家伙。钟小爱拿出一个精致的化妆箱，打开，里面却全是符咒和法器。运气不错，居然撞上了。收了这家伙，阳城的任务就算完了。你去糕点家具，正面我来。你一个人行吗？他可是准力级。你做好你的远程支援，我可不想对付完那家伙，回头还要亲手宰了你。老鬼点点头，从车后拿出一个大木箱背上，一个纵身就翻进了小区的围墙。狙击枪能对诡异造成伤害。老鬼以前是王牌狙击手，子弹是总部特制的。钟小爱拿出4支口红扔给庄必凡，这是结界符印，等会儿找到位置，在大楼4面把它按下去，别让那家伙跑了。出发！钟小爱带着庄必凡来到一栋楼前，整栋楼漆黑无声。一栋楼几百户，不可能一盏灯都没有。他就在里面，你在外面等着，记得布阵，按顺序把符印打进地里就行。你进楼里，老鬼能支援到你吗？他会想办法的。钟小爱说完，快步冲进了大楼。庄必凡绕着大楼，将4枚符印一一打进地面。当第4枚符印落下，4道光芒升起，形成一个巨大的透明护罩，笼罩整栋楼。这就是结界。王栋和赵海霞的鬼影突然冒出，脸上惊恐。快跑，小钟！这楼里有很可怕的家伙。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和之前的鬼婴比呢？比那个家伙强大很多很多很多。你们说的那个很可怕的家伙就是阿洛。如果今天不杀了他，你们的女儿早晚会被他找到。对面大楼楼顶，老鬼趴在楼顶，架着狙击枪，通过瞄准镜观察对面的大楼。无论哪个窗口，里面都是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我是老鬼，无法看清楼内，重复无法看清里面任何情况，请小心行事。8栋1楼大厅，钟小爱站在漆黑的大厅中央。明白，你立马通知警方，疏散整个小区。之前判断有误，这家伙不是准利级，是真正的利级。利级，年初那次我们小组就折了8个，正好瞧瞧利级诡异到底有多厉害。钟小爱举起手中的铃铛，用力摇晃，铃声在大厅中回荡，整栋大楼开始剧烈颤抖，墙皮落下。小爱，楼里的居民都疯了，他们拿着菜刀、钢管正朝你冲过去。被蛊惑了心智，你别管我，尽全力找出阿洛的位置。钟小爱双手快速掐诀，口中念咒，将一道符咒向前猛地拍出，一道金色的中型护罩出现，将他牢牢护在其中。无数眼眶充血、手持武器的居民涌来。老鬼，多久能找到那家伙的位置？我撑不了太久。不行，我找不到，整栋楼的阴气太重，我根本找不到他的本体。 8栋楼下，庄必凡望着漆黑的大楼，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老大爷拿着手电筒走过来。你是什么人？大半夜在这鬼鬼祟祟干啥的？大爷，我来找我朋友，他叫牛子，住这栋楼5楼。牛子，老头子，我当了一辈子保安，还能让你给忽悠了？像你这种偷鸡摸狗的年轻人，我见多了。大爷您真厉害，少走了几十年弯路啊！哼，你知道个啥？我们那会儿给厂里当保安，可是铁饭碗，和现在公务员差不多。您在哪个厂当保安啊？大庆炼钢厂保卫科。大庆炼钢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大爷，来抽根烟。您认识常勇吗？你说的是现在局里的副局长常勇吧？别看他现在混得好，当年在保卫科天天给我发烟，让我罩着他。那你们厂外面是不是有一个叫阿洛的混混，和常勇走得很近？是有这么个人，和常勇一起搞厂里的铁出去卖，还被我逮到好几次。不过那小子心狠手辣，是个人物。当年咱们阳城道上的人都怕那小子。那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您知道吗？8栋楼下。那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您知道吗？这事你要是问别人，还真没人知道，但我可门清。我告诉你能有什么好处吗？这样吧，
你带我去找常勇，我就把当年阿洛的死因告诉你，怎么样？他现在位高权重，我想见一面都是难事。这是唯一的线索了，必须搞清楚阿洛的真实死因，才能帮到钟小爱他们。行，我这就带您去。庄必凡拿出手机拨电话。庄专员，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干啥？是这样的，有点事情想和你当面聊聊，不知道方不方便？你一个人？钟专员和老鬼有点事情要处理，我自己过来。你来太湖风景别墅区3号别墅就行。走吧，大爷。他老婆在吗？这我咋知道？大半夜的，总不能一个劲问别人老婆在不在吧？走了。8栋大厅，金色的中型护照剧烈晃动，钟小爱满头大汗。老鬼，我快撑不住了，再找不到那家伙，我就只能往楼上冲了。不行，太危险了，隐藏起来的利奇诡异，偷袭你必死无疑。那怎么办？我们现在完全破不了局。话音刚落，所有居民齐刷刷倒在地上，整栋楼鬼气消散。怎么回事？钟小爱撤掉法阵，蹲下检查了一个居民的脉搏。只是昏迷了。那家伙走了。对面大楼楼底，老鬼放下狙击枪。奇怪，外面的结界完好无损，他不可能无声无息地离开，除非他从一开始就没进这栋楼。庄必凡。钟小爱冲出大楼，绕着楼跑了一圈，空无一人。老杨赶到。钟专员，情况怎么样？需要怎么疏散？疏散暂时不用了。庄必凡不见了，马上带我们去保安室调监控。小区保安室，老杨指着满是雪花的监控屏幕。这栋楼附近的监控全都坏了，什么也看不到。那小子能去哪？王栋和赵海霞的鬼影飘了过来。他被人带走了。什么人？不是人，那家伙太可怕了。钟小爱和老鬼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太湖风景别墅区3号别墅，庄必凡带着保安大爷敲响3号别墅的大门。穿着睡衣的常勇打开门。哎呀，庄专员，快请进。常勇将庄必凡请进客厅，对旁边的保安大爷却视而不见。庄专员，以后在阳城，要是有什么事，尽管开口，叫我老常就行。常局，别客气了，说正事吧。庄必凡转头看向一直沉默不语的保安大爷，人都见到了，您别干坐着，说句话。常勇端着茶杯的动作停止。庄专员，你在跟谁说话呢？庄必凡猛地回头，身边是个一身黑色风衣、头戴黑帽、遮住了半张脸的人影。我哥，好久不见。我哥，当年你的死真的和我没关系，我也是听别人的命令办事。叫王云下来。王云，他不在这里。阿洛没再说话，身影一闪，直接出现在2楼，随手一挥，2楼卧室的门轰然倒塌。床榻上，一个年轻貌美的金发女郎正裹着被子。原来这栋别墅是常勇金屋藏娇用的，王云根本就没在这里。阿洛又是一挥手，随着金发女郎的惨叫，她的身体自动分解，化为一地碎肉，鲜血将整张大床染红。庄专员，你不是鬼案组的吗？你赶紧想想办法啊！面对这种利己诡异，钟小爱和老鬼都没有办法，我一个编外人员又能做什么？连逃跑的资格都没有。就在此时，庄必凡的手机响起。喂，你被阿洛抓走了。你现在说话不方便对吧？没关系，你认真听我说，尽量不要激怒他。那东西一旦暴走，会死很多人。我们正在赶过来。如果他暴走，我有什么办法能应付他？并不是完全没办法，钟小爱给你的契约还在身上吧？如果实在不行，想办法让他在契约上按下手印。和阿洛签订契约。阿洛缓缓从2楼飘落下来，庄必凡急忙挂断了电话。警车内，老杨正飞快地开着车，钟小爱和老鬼坐在后座。你很厌烦庄必凡。我和他无冤无仇，烦他干嘛？那你让他去契约一只利己诡异，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我们整个鬼案组能和利己诡异签订契约的人也不过寥寥10余个，哪个不是有着钢铁意志的人？他一个新人。不然呢？让那只诡异暴走，让整个风景区的民众陷入绝境。我们2个赶过去对付那只利己诡异，有多少把握？1成都有些多了。更直白的说，是9死1生。但即便知道前面是死路，你和我能退缩吗？你我都可以坦然赴死，为什么他不行？牺牲一个人，保全大多数人，这就是鬼案组的行事准则吗？太湖风景别墅区3号别墅，让王云过来。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啊！当年要杀
杀你的不是我，甚至不是王云，是那个男人要你死。这些年王云一直是他的禁脔，我不过是王云表面上的老公罢了。你别看王云在你面前装清纯，实际上早就被那位大人物睡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什么想要和你远走高飞，都是骗你的，只是想把你引到一个没人的地，把你处理掉而已。我也是因为当年的事情，才被那位大人物提拔进了警局，这么多年我都没碰过的。不可能，不可能！糟了，他要暴走了，这就是立即诡异的暴走。洛哥，求求你放过我吧！阿洛缓缓抬头，通红双眼看着常勇，常勇喷出一大口血，身体四分五裂。都得死，所有人都得死！阿洛转向庄必凡，庄必凡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悬浮在半空中。阿洛，我能带你找到王云。你如果骗我，我会让你死得比他还惨。只要你在这上面按下手印，我马上带你去找他。阿洛伸出手按在羊皮纸上，下一秒黑色怨气涌入庄必凡体内，庄必凡七窍流血，倒在地上，身体抽搐，身上每一个毛孔都开始往外渗血，变成一个血人。别墅区外警车内，钟小爱和老鬼坐在车里，怨气消失了。难道他真的用了契约？钟小爱和老鬼冲进别墅，看到地上常勇的碎尸，浑身是血的庄必凡，还有气，这怎么可能？他契约的可是利己诡异，那股庞大的负面情绪，换我来都扛不住。别废话了，布阵。钟小爱从身上摸出7、8道符咒，摆在庄必凡身旁，双手快速掐诀，冰寒千古，万物犹静，心神合一，万变不惊。符咒亮起金光，注入庄必凡体内。阿洛记忆：70年代中学门口，一个10几岁的少年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等在校门口。这是阿洛的记忆，我成了他记忆里的一个旁观者。小云，我买到自行车了，上车，我送你回家。以后你都不用送我了。为什么？我现在有车了，送你多方便。一辆轿车开了过来，停在旁边，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驾驶位，对着王云招了招手。这是我干爹，以后他会送我上下学，就不麻烦你了。轿车扬长而去，阿洛呆立在原地。小酒馆，阿洛一个人喝酒，桌上空了好几个酒瓶。少年常勇赶到，勇子，你知道一辆汽车要多少钱吗？听厂里老人说得好几万呢。好几万，我怎么买得起？洛哥，我以前就说过，你天天端盘子洗碗是没前途的。我这边有发财的路子，就看你敢不敢搞了。说说，我们厂里有不少废铁，平时没人看管，如果能运出来卖，一次就比你干1个月强。阿洛拿起酒杯，一饮而尽。70年代中学门口，少年阿洛手里拿着一沓钱，在学校门口等少女王云。少女王云出校门，没看少年阿洛一眼，上了中年男人的车离开。中年男人别墅，庄必凡站在窗外，看向客厅。中年男人正抱着少女王云亲吻，把她推倒在沙发上。干爹，干女儿。干爹，我不想上学了，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你回去就说你要和追你的那个傻小子私奔，其他的事情我会处理的。行。少年阿洛在别墅外敲门，少女王云出来。我到校门口看到你就跟过来了，这是你干爹家。你知道这些天我为什么要疏远你吗？不知道，我是在考验你，看你是不是真的爱我。你既然来找我了，那就证明你经受住了考验。太傻了，这都被吊成翘嘴了。我们私奔吧，我不想上学了，我们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结婚生孩子，你愿意吗？愿意，我愿意。你说想什么时候走？今晚就走。阿洛没说二话，兴奋离开。少女王云望着他的背影，冷笑。小酒馆，少年阿洛拍少年常勇的肩膀。小勇，我要走了。洛哥，挣钱挣得好好的，去哪？我要和王云一起远走高飞了。什么时候走？我送你1程呗。晚上，等他跟家里人说好就走。傻子，这明显就是个圈套啊！夜晚，少年阿洛和少年常勇在家属楼下等待，楼上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小云，你和叔叔阿姨吵架了？没事，我们走吧。荒郊野外，一辆轿车停在路边，中年男人靠在车上抽烟。干爹，干爹，您是来送我们的吗？是啊，送你上路，动手吧。少年常勇从怀里拔出匕首，刺进阿洛的心窝。小云，快跑！荒郊野外，小云，快跑！傻小子，洛哥，对不住了。常勇拔出匕首，一刀又一刀地刺向阿洛的心口。不远处传来一声尖叫，出现一个穿着校服的女生。处理干净。常勇提着带血的匕首追了过去，中年男人将阿洛的尸体踢进旁边大坑，摸出一张符咒点燃。术法师，阿洛不是自己变成诡异的，是这个男人，他到底想干什么？常勇拖着一具女学生的尸体回来。干爹，那我以后该怎么办？以后他就是你，世界上再也没有王云这个人了。医院病房，庄必凡睁开眼，
钟小爱和老鬼正站在床边和医生说话。病人生命体征平稳，没什么大碍。现在昏迷应该是意识层面的问题，具体什么时候能醒就不好说了。有水吗？钟小爱和老鬼猛地回头。你醒了？真的和阿洛完成契约了？应该是吧，我也不确定。你竟然能扛住一只利己诡异。我昏迷多久了？3天。才3天，感觉像是过了好几年。你先好好休息，等你恢复了再跟你说遇鬼者的事。那个于燕有消息吗？还有那个神秘的术法师，他到底是谁？钟小爱和老鬼对视一眼，没有回答。医院病房，傍晚，庄碧凡坐在病床上看电视。背叛兄弟，贪赃枉法，死了居然成了英雄，真是讽刺。钟小爱进来，好点了。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那就行，明天给你办出院。你和阿洛完成契约的事，鬼案组内部很重视，应该会给你一个正式合同。成为正式成员后，我能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了吗？虽然有点违规，但反正也是板上钉钉的事。你听说过灵气复苏这个说法吗？听说过。我们这个世界似乎就面临着这种情况。医院病房，钟小爱坐在床边吃着苹果。我们这个世界大概30年前就已经开始灵气复苏了。你怎么确定是30年前？我家是祖传驱邪的，但到我太爷爷那辈就成了骗子，因为10几代人都没见过真鬼，直到30年前我爸碰上了，那些骗人的法术咒语突然就管用了。所以诡异是30年前才开始出现的。对，而且越来越强，现在恶极诡异越来越多，真要到了利己满大街跑的时候，可能就是世界末日了。鬼案组没查过原因吗？具体原因我们这个级别接触不到，高层可能知道，但那是机密。不对，你说灵气复苏是30年前？没错，时间点是1982年，全球都一样。可阿洛是1976年死的，我看到他的记忆，一个男人用术法亲手把他变成了厉鬼。不可能，那个时候灵气根本没复苏。我陷入昏迷后，在阿洛的回忆里亲眼看到他被那个神秘中年男人用符咒变成了诡异。在灵气复苏之前，就有人能使用术法，这件事太大了，我必须马上向总部汇报。钟小爱说完，匆匆离开了病房。庄碧凡的梦境，漆黑的枯井底部，庄碧凡向上呼喊，没有任何回应。深夜，庄碧凡惊醒，大口喘着粗气，满头大汗。这种感觉是阿洛被困了30多年的绝望吗？庄碧凡拿起手机。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昨天晚上值班，我恍惚看到办公室外面站着一个人，那个人是今天下午刚宣布死亡的老人。我昨天应该是看错了，死掉的人怎么会站起来？今天真是累死了，一场火灾，好多烧伤的，我们医院的工作餐真是狗都不吃。不说了，打饭去了。看来只是个无聊的医生在记录日常。屏幕下方突然刷新出2条回复，他又来了。这个叫李德全的医生，帖子最后一条回复是3天前，之后就再没消息了，恐怕是凶多吉少了。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和咚咚咚3下敲门声，庄碧凡起身拉开房门，门口和走廊没人。听错了。庄碧凡转身看到一个身穿白色练功服的鬼站在他身后，下一秒鬼伸手掐住他的脖子，将他单手提起。恶极诡异，力量好大，只能赌一把了。庄碧凡用指甲在自己额头上划出一道血痕，一股怨气从庄碧凡体内喷涌而出，掐着他的白衣老鬼松开手。阿洛没有出现，但我的身体充满了力量。庄碧凡一拳挥出，白衣老鬼的身体4分5厘，化作一团黑影消失不见。医院病房，庄碧凡擦掉额头的血迹，周身的黑气消失。奇怪，钟小爱说的反噬呢？除了有点虚弱，没有任何负面情绪，难道是因为阿洛没有附身？如果我不会遭到反噬，那是不是意味我能契约不止一只诡异？庄碧凡拿起手机拨通了钟小爱的电话。喂，庄碧凡，你那边怎么回事？我感觉到一股很强的怨气爆发。我被一个恶极诡异袭击了，没事，已经解决了。你都用契约了，身体怎么样？有没有感觉精神快要崩溃？没有，我只是借用了力量，阿洛并没有出现，而且我完全没有感觉到任何反噬。怎么可能？只借用力量，诡异不附身？鬼案组30年来从没听说过这种事。我和老鬼现在有急事，明天一早过去找你，你别乱跑。行。医院病房，第二天一早，钟小爱进来，老鬼跟在后面。你们这是熬了一夜？别提了，一个荒了20年的山村闹鬼，昨晚去清理了一下。不说这个，先说你的事。关于我的情况，你们有什么看法？大哥，你这情况是独一份，我们能有什么看法？按理说，诡异不附身，你根本无法使用他的力量，这完全不合常理。那鬼域呢？立即诡异最关键的能力，你能用吗？不行，感觉不到。
算了，这事太复杂，我们会立刻上报总部。你下午自己办个出院手续，我得先去睡一会，下午还要去车站接人。火车站外，钟小爱顶着黑眼圈站在出站口，庄必凡站在他旁边。钟队长，关于我体质特殊的事，你给上面汇报了吗？还没呢，等接完人再说。看看总部知不知道你这周3个什么情况。2个年轻人从出站口走来，东张西望，一人染着黄毛，挖着一个大型密箱，另一人戴着厚眼镜。请问是钟队长吗？你们就是分局派来的人？第7分局李一家向钟组报道。我叫刘文。李局长是不是在玩我？我是让他派人来帮忙，不是给我添堵的，搞个关系户来我这儿。钟组，话不能这么说，我可是凭自己的努力通过了鬼案组的考核，跟我爸是局长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指望能来个老鬼那样的硬汉，但也不至于派个书呆子来吧。钟组，刘文是我大学同学，他一直想报效国家，可惜近视太严重，入伍体检过不了。感情我还说错了，不是一个关系户，是2个。真有事，我还得分心保护你们。钟小爱甩手转身就走。公寓楼道，老鬼靠在楼道里抽烟，庄必凡带着李一家和刘文走过来。鬼哥，好久不见，知道您爱抽烟，特意给您带了2条好的。烟太好，我抽不惯。李一家收回手，这是杨成给我们安排的公寓，你们自己找间屋子住下，你也选一间住下吧。最近杨成的诡异案件越来越多，随时都可能有任务。我们不离开杨成了吗？杨成爆发诡异案件的频率远超其他地方。分局的意思是让我们小组先驻守在这里，查清楚原因。原来如此，那个神秘的术法师会不会和这件事有关？夜晚，医院停车场，面包车里，岛国的贞子，泰国的扶桑嫂，各国都开始有天灾级的诡异出现了。你说，距离末日那一天还有多久？你担心这个干啥？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也是，我估计也活不到那天了。别太悲观，或许情况没有那么糟糕。一阵风刮过，2道鬼影朝着这边飘来。王栋、赵海霞，这2个家伙消失了这么多天，总算是出现了。小爱，他们不对劲。王栋和赵海霞双眼完全泛白，王栋缓缓抬起手，面包车向内挤压变形，万法破，急急如律令。钟小爱甩出一张符咒，在变形的车身上炸开一个大洞。钟小爱和老鬼从洞口跃出，面包车被压成了一块铁饼。这2个家伙现在起码是恶级顶峰的战力，他们实力怎么会提升这么快？王栋和赵海霞再次冲了过来，钟小爱拔出匕首，迎面甩出一张火符。南方丙丁，火德星君，焚邪破阴，试炼。一团火爆裂开，王栋和赵海霞不闪不避，冲入火焰之中。糟了，他们没有本能。钟小爱手中匕首上的符文瞬间亮起，一道光将冲出火焰的夫妻2人拦腰斩断。不对劲，太轻松了。被斩断的2具鬼尸爆发出大股怨气，将钟小爱包裹。原来他们只是容器，这股怨气才是真正的杀招。老鬼举起狙击枪，子弹穿透怨气，只能用那招了。老鬼划破额头，女鬼身影出现在他身旁。青林，开启鬼眼。你再动用鬼眼，意识很快就会消散。开启鬼眼。秦林叹了口气，贴近老鬼的身躯，融为一体。控制这股怨气的人很强大，将你所有的力量汇聚到我的双眼。你确定你会马上意识消散的？早死晚死的区别罢了，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他能帮我守护我想守护的东西。如你所愿。大股怨气从老鬼身上喷发，涌入他的双眼，老鬼的眼睛变得漆黑，那团浓郁的怨气里出现了一个微弱红点。找到了。子弹精准命中红点，包裹着钟小爱的怨气崩散。他跑到老鬼旁边，老鬼眼眶血红，坐在地上。没事，我们先回去。公寓楼道，钟小爱搀扶老鬼回到公寓，庄必凡、李一家和刘文立刻围了上来。鬼哥，这是怎么了？没事，遇到诡异偷袭，受了点伤。庄必凡，你过来帮我把他扶进房间。老鬼的房间，庄必凡将老鬼扶到床上。老鬼他是不是不行了？意识消散，可能就是这几天的事了。意识消散，老鬼要么被关起来，要么就地正法。你打算怎么办？暂时别把他的状况说出去，我离开几天去找办法救他。我走的这几天，你照顾好他，千万别让李一家和刘文知道。明白。队长，别白费力气了，我的状况我自己清楚。试过了才知道。你等我，在我回来之前一定要撑住。钟小爱说完离开房间，李一家和刘文想进屋，被庄必凡拦在了门外。没啥大事，鬼哥受了点伤，休息几天就好了。他们都是正式成员，要是知道了，肯定会上报分局，到时候老鬼就危险了。不对啊，老鬼是远程火力，他都伤得这么重，
钟队长怎么会没事？你问我，我怎么知道？等钟队长回来，你亲自问他呗。2天后，老鬼靠在床上，庄必凡坐在一旁。杨成诡异频发，一定和那个神秘的术法师有关。他制造这么多诡异，到底想干什么？庄小子，给我倒杯水。鬼哥还能撑住吧？还行。鬼哥能像你这么坦然面对死亡的，真不多见。换我肯定做不到。人想活着，无非是舍不得。我无牵无挂，死了也就死了。你的家人呢？朋友呢？都死光了。我记得你是孤儿。你也是。是啊，不过你小子运气比我好，生在好年代，有福利院管饭。我那时候只能靠偷。70年代军区大院，6岁的瘦小男孩偷馒头被士兵抓住，带到军官面前。小小年纪不学好，学偷东西，信不信我枪毙了你？赶紧滚蛋！童年老鬼没有走，盯着地上的张馒头。馒头脏了，你们不要，能给我吗？等我来。团长提着童年老鬼来到炊事班，炊事人端上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包子。老团长看着粗鲁，心肠却很好。他把我留在了部队，后来还收养了我，送我上学。特种部队训练场，成年老鬼身穿迷彩服，一枪命中靶心。后来我成为一名狙击手，老团长逢人就夸，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给部队捡了个狙击手。20年前的医院病房，年轻的老鬼跪在床前，泪流满面，床上躺着老团长。值得吗？那些东西根本不是我们能对付的，去就是送死。总得有人去。为什么是你？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老团长咽气，年轻的老鬼抹掉眼泪。这片土地，以后我替你去爱。老鬼的房间，老鬼讲完泪流满面。原来这就是他成为遇鬼者的原因。他们来接我了。庄必凡回头，门口空无一人。再看老鬼，眼睛已经闭上。老鬼，钟小爱满头大汗冲进来，快把他上衣脱掉。庄必凡扯开老鬼的上衣，钟小爱拿出7盏油灯摆在老鬼胸膛上。钟小爱双手掐诀：北斗助死，南斗助生，七元幻彩照寒庭，无以丹心扣斗斧，灯烛长燃续晨曦，积积如北斗七元军律列。咒语落下，7盏油灯点燃。总算是赶上了。这是什么？能救鬼哥吗？诸葛武侯七星灯见命，听说过吗？这是我家祖传的油灯，能吊住他的面，让他魂魄不散。这么厉害？但我爷爷叮嘱过，这东西有很大的副作用，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用。李一家和刘文走进来，鬼哥这是差不多快撑不住了，我点了7星灯，希望能给他续灭。钟小爱的房间，钟小爱领着庄必凡、李一家、刘文3人进来，杰依次在沙发上落座。正好你们都在，开个会。分局下了死命令，必须查清楚杨成的情况，你们有什么看法？李一家和刘文对视一眼，没有说话。我基本可以肯定，杨成诡异频发，和那个神秘的术法师有关系，但我想不通他的目的。你确定那个男人在灵气复苏之前就能使用术法？没错，我在阿洛的记忆里看得很清楚。这就对了，世界不可能突然变化，这背后一定有原因。那个男人就是关键。那他到底想干什么？养这么多鬼，除了杀人还能做什么？就为了杀人？这么简单？如果他想杀的不是1个2个，而是几十万呢？土场胡扯吧！杨成几10万人，就算他养上百只鬼，也做不到。上百只鬼确实不行，可如果他能养出一只天灾级的诡异呢？天灾级？这怎么可能养得出来？国外那些天灾级诡异都有一个共同点，你们知道吧？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极高的知名度。没错，就像午夜凶铃的贞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不就是被导演养出来的吗？你是阳城本地人，你们这有没有什么特别出名的灵异作品或者都市传说？没有，这一点我非常肯定。阳城本地没有，但我的漫画在阳城也有不少粉丝。王栋、赵海霞、阿洛，他们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还好我的作品不够火，要是后期化的那些东西也跑出来，那将是真正的灾难。刘文，你这小子是不是想太多啊？钟小爱的房间，我相信自己的判断，那个神秘人极有可能是想养出一只天灾级诡异。可你也说了，天灾级诡异需要大多数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庄哥是本地人，他都说了，阳城根本没有什么知名的诡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神秘人用某种手段消除了人们对于那只天灾诡异的记忆？大哥，你知道阳城有多少人吗？消除几10万人的记忆，神仙也做不到吧？他的力量肯定做不到，所以我说是通过某种手段。
行了，别争了，我先向分局汇报情况，看上面怎么说。钟小爱走到一旁打电话。庄哥，你契约的阿洛是那个神秘人制造出来的吧？没错。你在契约阿洛之后，他的意识就再也没出现过。我猜那个神秘人是怕阿洛泄露秘密，所以用手段把他的意识抓走了。而那个秘密肯定和天灾及诡异有关。钟小爱打完电话走回来，分局那边说一切都只是猜测，没有确凿证据，他们抽不出更多的人手。李一家，无论如何，让你爸再调人过来，阳城的情况绝对不是我们能搞定的。大哥，我得有证据，光凭一张嘴，你让我爸怎么相信？你认识我这么多年，我错过一次吗？这事和做题不一样。算了，我试试。喂，老爸，有事就说，我很忙。爸，阳城这边可能有天灾级的诡异报告，我看了，阳城连个都市传说都没有，哪来的天灾诡异？有证据吗？爸，你上次去洗脚那事，我可一直没告诉妈呢。我那是商务应酬，正规的，你个混账小子！我当然信你，就怕我妈不信，你去跟她说吧。行了，九组刚完成任务，我让他们直接过去。搞定了。看来你这关系户还是有点用的。地区怎么说？说是让9组的人过来。9组？什么？你和9组有过节？过节谈不上，只是有个很讨厌的人在9组。我奔波了几天，实在太累了，得去睡了。刘文，你看着老鬼，庄必凡、李一家，晚上守夜小心点，应付不了就先撤。放心吧，钟队长。面包车内，庄必凡放到座椅，斜躺着拿出手机，点开了一个作者群聊。消息99加。今晚我也看到鬼了。真的假的？啥样子的？好像是我作品里的家伙。你们还记得血人吗？道爷也遇到了，他画的那个血人。庄必凡正对着手机发呆，这时候李一家从旁边递过来一支烟。庄哥，抽烟吗？庄必凡接过烟，摇下车窗点燃。庄哥，你们和诡异签订的那种契约还有吗？那东西在诡案组应该不少吧？你是局长的儿子，搞一张还不容易。契约是不珍贵，但家里不让我当遇鬼者。既然你爸怕你出事，为什么还让你加入诡案组？我爸的态度是不支持，也不反对。他说就算我为国捐躯了，也算不枉此生。主要是我妈不同意，所以我想着你能不能跟中组说一声，偷摸给我一张契约，等我民已成炊，我妈再反对也没用啊。你就这么想死？不知道一旦成了遇鬼者，归途就是个死字吗？从小到大，别人都说我过得好，是因为我爸。我考200多分就能上顶尖的学府，也是因为我爸。毕业后娶了个门当户对的老货，平淡过完一生。如果人这一辈子一眼就能望到头，那还有什么意思？我想证明我李一家不靠我爸也能做出点事来。我这辈子得活得精彩一点，死了之后别人提起我也得竖起大拇指，说声好样的。庄哥，你认为呢？说的不错，所以帮帮忙吧。帮不了，开玩笑，我可不想惹麻烦，真把他害死了，以后我在诡案组还怎么混？车上的工作手机突然响起，庄必凡接起。是钟队长吗？我是老杨，城南孤儿院出事了，你们赶紧过来一趟。我们立马过来。庄必凡挂断电话，猛踩油门。慢点，钟哥，要吐了。城南孤儿院，那是我长大的地方。城南孤儿院外，孤儿院被大火包裹，3辆消防车正高压水枪灭火，但火势没有减弱。庄必凡下车，在人群中找到一个中年警察走过去。杨哥，什么情况？怎么是你？钟队长呢？钟队长在休息。李一家，你立马联系钟队长，让他赶过来。行，不治我信不过你，小庄。这事太大了，孤儿院里有上百个孩子，这场火半小时前突然烧起来，怎么都灭不掉，反而越烧越旺。已经有10几个消防战士进去了，一个都没出来，连卫星电话都联系不上。半个小时，正常的火早就把楼烧塌了。可你看，建筑根本没被烧坏。还真是。我先进去看看。庄必凡说完，用指甲猛地划破额头，怨气从他身上爆发，包裹全身。抬头看向火焰，站立不动。这种恐惧感远超利己。刘文的猜测是对的，阳城真的有天灾级的诡异。杨哥，疏散人群。小庄。庄必凡大吼一声，冲进火海。孤儿院内，庄必凡冲入火焰，打了个哆嗦。孤儿院大厅被冰封，所有人，包括先前进来的消防员，全都被冻成了冰雕。大厅前方，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奶奶被冻在原地。王奶奶，桥洞下，年幼庄必凡缩在桥洞下，浑身发抖。王奶奶路过，小家伙，跟奶奶走吧，以后奶奶养着你。孤儿院内，庄必凡看着王奶奶的冰雕流泪，一团燃烧着白色火焰的黑影从2楼爬下，形似一只狗，额头正中长着第3只眼。3眼犬瞥了庄必凡一眼，走到一个小孩冰雕旁，抬起爪子轻轻一敲，小孩的脑袋炸开。畜生，给我死！
庄必凡朝三岩泉轰去，三岩泉身前凭空出现一块浮冰，挡住了庄必凡的拳头。庄必凡被震退几步，我觉得人类绝对运动。一团白雾从三岩泉口中喷出，将庄必凡包裹冻结成冰雕。我最烦的就是有人打扰我吃饭。三岩泉转身，砰砰砰，3声枪响，3颗子弹接连命中同一个点，轰碎三岩泉身前的冰层。最后一颗子弹打在他头上，被弹飞。远处天台，一个少女扛着一把狙击枪。队长，这玩意儿好像不太好对付呀。孤儿院满。看他的狗头有多硬，扛不扛得住我一刀？人群中，一个手提大刀的男人大笑冲进火海。西装人叹了口气：“队长，这家伙又兴奋了。文武双全，快跟上去！”两个长相相似的男子一左一右飞速跟上。孤儿院内，苏正峰冲到三岩泉面前：“给老子死！”三岩泉冷哼一声，再次喷出白色雾气。双胞胎兄弟在苏正峰身后飞速结印。疾风式，狂风卷起，将白雾吹散。苏正峰的大刀燃起火红色的刀芒，斩在三岩泉的头颅之上。三岩泉凭空消失。好了，都说了，别急着动手。这家伙已经是半步偏在，等他完全成型就麻烦了。不动手，看着他们死吗？苏正峰看向被冻住的庄必凡，冰层碎裂。九组队长苏正峰，你好，我叫庄必凡。孤儿院内的冰层全部融化，孩子们和王奶奶恢复。看到地上2具孩子尸体，发出尖叫呼吼。庄必凡冲到王奶奶面前：“奶奶，你没事吧？”“是小凡啊，你回来了。”孤儿院外大火熄灭，钟小爱匆匆赶到，看到庄必凡和李一家站在面包车旁：“没事吧？”“没事，9组的人刚好赶到，不然就凶多吉少了。”钟小雅扛着狙击枪走过来：“这不是小爱姐吗？听说上次你们小组全军覆没了。”你没死，真是可惜了啊！钟小雅，你信不信我撕烂你那张臭嘴？你有这个本事吗？原来他就是钟队长说的那个讨厌的人，听名字他们是姐妹。西装男子走过来：“正事要紧，少说几句。阳城的情况将由9组接手，你们17组负责配合。”沈碧，别以为你们9组实力强就能使唤我们17组怎么做事还用不着你多嘴。这只半步偏在，比我们之前遇到的都强。如果让他彻底跨过那一步，后果你很清楚。我们应该放下成见，紧密合作。有什么任务，让分局给我下命令。这个沈碧安排布局，从来不考虑人的安危，听他的，我们都得当炮灰。好了，钟小爱，好久不见了，又漂亮。好久不见，先去住的地方再说。面包车内，钟小爱开车，庄必凡坐在副驾。队长，那个钟小雅和你是什么关系？她是我妹妹。亲妹？亲姐妹？怎么搞得跟仇家一样？公寓会议室，召集你们小组的人一起开个会。你们比我们更了解那只诡异的情况。你是阳城本地人，先由你来说说那只诡异的传说。说来奇怪，阳城并没有关于那只诡异的传说。我们调查了好几天，确实没有发现任何传闻。之前我们调查诡异案件，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早在30年前之前就已经会使用术法的神秘男子。目前阳城几个诡异都是他制造出来的，我们怀疑他在养诡异。最奇怪的点在于，这只诡异像是凭空出现的。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神秘人抹除了阳城人对于这只诡异的记忆。你的说法没错，那个神秘人就是抹除了阳城所有人对于那只诡异的记忆，只不过他使用的并不是什么术法，而是利用了时间。沈斌站在一张摊开的阳城地图前，你现在可能不记得了，但你小时候一定听说过那只狗的传说。小时候，孤儿院，神女，不许哭了，再哭，地狱犬就会来把你们吃掉。公寓会议室，我想起来了，地狱犬，传说中来自地狱的恶犬，阳城的家长都会用这个故事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原来如此，随着我们长大，这个传说早就被遗忘了。现在9组人手不够，我需要你们17组全力配合。你算老几？还想调遣我的人？行了，别吵，我跟你承诺，有危险我第一个上，绝不会让你们的人去填灭。既然这样，我开始细说，你们17组4个人蹲守西城区的万福仓库，赵奎和我蹲守南城区，谢文武、谢双全、钟小雅蹲守北城区，队长你负责东城区。这样蹲守有什么意义？兵分4路，无论哪一组遇到地狱犬都难以应付。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不需要问。行了，到外面透透气。公寓阳台，钟小爱带着庄必凡、李一家和刘文跟着苏正峰走到阳台。沈斌这家伙的性格就是这样，脑子里在想什么永远不会告诉别人。不过我既然已经发话了，他肯定也不会故意让你们小队陷入危险之中。为了对付诡异牺牲，我们都有觉悟，我只是不想被自己人算计而死，你懂我的意思吧？当然，这些年因为沈斌的布局而死掉的鬼案组成员实在是不在少数。我问过他，既然明知是必死的局，为什么不提前和他们说一声？他说能够为了别人而坦然牺牲自己的人又有多少？提前告知，计划就有被破坏的风险。他觉得为了救100个人，必须要牺牲掉1个人。但如果你站在那一
一个人的角度去看呢？凭什么他就必须要做这个英雄？还是被骗，被自己信任的人背刺？你就是分局里传的那位契约了立即诡异的小伙子吧？我叫庄必凡，之前见过了，你和契约诡异的融合度应该不超过10%才是。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敢对半步天灾的诡异动手，光是这份勇气就值得别人钦佩了。融合度，这小子啥都不懂。刚入队便驻守在阳城，还没回分局那边接受专业的遇鬼者培训。所谓融合度，指的就是你和契约诡异的融合程度。大多数遇鬼者用了力量后会遭遇严重反噬，其实就是融合度不够高。融合度足够高，这种反噬就很微弱。就好比我现在，只要不是过度使用力量，基本上就是流一场鼻血就没啥大事了。而且融合度越高，所能使用诡异的力量就越高。苏哥，你有办法帮我测试一下融合度吗？这不行，必须要回分局那边用专业的仪器测试。那苏哥，你的融合度是多少？70%。反噬的感觉好像越来越弱了，难道我和阿洛的融合度在逐渐变高？我知道你想干嘛，不用测了，你的融合度应该会很高，确切说是高到离谱。这要是让分局那边知道了，以17组现在的状况，恐怕留不住他。有多高啊？先完成任务，去万福仓库蹲点，等这边事情结束，回分局测试就知道了。万福仓库案，面包车停在万福废弃仓库案，庄必凡、李一家、刘文3人下车。地狱犬的力量已经无限接近天灾，它肯定会再次出现吃人。如果你们发现了，第一时间向我汇报，不许急着动手。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真能蹲到地狱犬？沈斌挺危险的，总之我们得小心一点。有钟队长在，怕啥？你以为9组的人为啥指定让我们小组和他们合作？为啥？如果不是那次意外，17组说不准会成为我们分局第3的王牌小队。只可惜他们遇上了一只半步天灾级的诡异，整个小组几乎全军覆没。半步天灾很多吗？以前还好，我听我爸说，最多1、2年才出现一只，但近些年半步天灾出现的速度明显增加啊，整得我家老头子压力贼大。9组处理的半步天灾应该也不少。对付这只地狱犬应该没什么问题吧？9组除了队长苏正峰，其余都是顶尖高手，配合多年，问题应该不大。但他们和1组不一样。另一个王牌小队，他们什么情况？9组对付半步天灾，主要还是靠团队协作，但1组不一样，现在1组也只有3个人。3个人，精英策略？不对，准确来说，有2个都是跑腿打杂的。1组的队长是我们分局的最强战力，那家伙是能一个人单挑杀死半步天灾的存在，甚至有人猜测他一个人能对付完全成型的天灾级诡异也说不定。庄必凡嘴巴大张，城市某处高楼办公室内，沈斌独自一人拿着手机。你说啥？你这次的目标不是那只半步天灾，你他娘的到底想干啥？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相较于那只半步天灾，我对那个神秘人的兴趣更大。我想搞清楚他在替谁做事，目的又是什么。那你为什么不把计划告诉大家？能掀起这场浩劫的组织，在我们鬼案做安插内应也不是不可能。除了你，我谁都信不过。说吧，想让我做什么？我会把他逼出来，在他露面之前，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能出手。什么？就算我们的人会死，我也只能看着。我们所有人的价值都不如那个神秘人重要。我们死了会有新的王牌小队，但只有抓住他，才能弄清楚一切背后的真相。南城区某处，赵奎站在沈斌身边。副队，我们该怎么把那家伙引出来？时间太紧，否则能换个更安全的方法。你怕死吗？怕死就不来鬼案组了。把46号封印屋给我。面包车内，庄必凡几人躺在车上休息，对讲机响起声音：所有人注意，南城区出现半步天灾，立即支援。地狱犬出现了。不对，这股气息不是地狱犬。什么？难道阳城还有第2只半步天灾？先过去看看，绝不能让2只半步天灾碰面，否则他们互相吞噬，必定会诞生一只真正的天灾。面包车发动，开向南城区。城北区甜品店，钟小雅背着大提琴箱，与谢文武、谢双全2兄弟坐着。3人同时看向南城区。这气息不是地狱犬，是前些天我们收服的那只子母狮鲨。该死，封印怎么会在这时候松动，让它跑了出来？别想了，赶紧过去增援，必须第一时间把子母狮鲨再次封印。 3人飞速奔出甜品店。城南高楼，阳城上空乌云密布，鬼婴的哭泣声在城市中回荡。高楼之上，苏正峰死死地攥着拳头。2只半步天灾相遇，必然会为了晋级而互相吞噬。沈斌这个疯子，竟然用这种方式引蛇出洞。南城区街道，沈斌和赵奎站在黑暗的街道上，一只漆黑的鬼手搭在沈斌肩上，沈斌的身体开始变成黑色。沈斌掏出手枪对肩膀开枪，鬼手消失，躲开子弹。副队，赵奎拿出一张符贴在沈斌肩膀上，冒出白烟。天罗阵，赵奎一掌拍在地上，从地上升起光，把2人罩在里面。我最多撑3分钟，
队长什么时候到？不用问了，队长不会出手。什么？面包车内，钟小爱开着面包车停在黑暗边。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第二只半步天灾？这力量太恐怖了。黎家、刘文，你们留在外面，立刻向分局请求支援。阳城可能要没了。是。钟小爱开车带着庄必凡冲进黑暗之中。城南某高楼，钟小雅、谢文武、谢双全三人站在天台边缘。9组所有人听令，任务将字母石煞击成重伤。在此期间，我和队长都不会出手。开什么玩笑？连队长也不出手，我们怎么打？怎么离了队长就不会干活了？也该让他们看看，没他们我们一样行。钟小雅将眼睛凑到狙击镜上。不对，字母石煞不在他们那，冲击阵法的只是怨气，那他在哪？钟小雅猛地回头，小心！一个衣着褴褛、皮肤干瘪的女尸站在谢家兄弟身后。清风速来五雷正法，落风刃和落雷轰向女尸，兄弟二人被震飞出去。呼，所谓的半步天灾也不过如此。鬼婴呢？你们看到鬼婴了吗？一只漆黑的鬼手从谢文武肚子里伸出，鬼婴从谢文武肚子里爬出，大笑。哥，一只干枯的手从谢双全背后刺穿了他的胸膛，手里还握着一颗跳动的心脏。兄弟二人同时倒地，钟小雅对着鬼婴扣动扳机，子弹轰在鬼婴肚子上，炸开一个大洞，钟小雅被震飞掉下高楼。钟小雅打中了，副队死杀受伤了，他要暴走。沈斌走出法阵，察觉到了吗？在你们的鬼域里，我才是最大的威胁。低脸开立数只干枯的手从地下伸出，抓住沈斌的腿。黑暗的迷雾中，一个个人影缓缓出现，其中有刚被杀死的谢文武和谢双全。也好，正好可以试试新药。第7代新药一直不被批准人体实验，我自己试药，总没人能说什么吧？他将针管直接刺进了脖子。来，战！沈斌甩开腿上的尸首，冲入尸群中。哈哈，也不过如此。字幕尸煞，给老子滚出来！队长，副队都嗑药拼命了，你到底在哪？你能听到吗？鬼域外高楼，苏正峰站在高楼边缘，看向远方，双手握拳。沈斌，你这个疯子，我必须等你把那个神秘人引出来。我们到了，现在是什么情况？队长失联，副队嗑了药，正在与子母尸煞交战。钟小爱，你们快来支援！明白。面包车内，钟小爱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叠成三角形的黄符，丢给庄必凡。这是护身符，本想等老鬼醒了，给你们一人一个的，现在看来来不及了。庄必凡点点头。到了。南城去接他，面包车停在黑暗边缘，外面全是尸怪。庄必凡下车，身上怨气爆发，跑向黑暗边缘。外围的尸怪看到他，立刻扑来。庄必凡一拳把尸怪轰成粉末。奇怪，我竟然一点都不怕，是因为扛住了地狱犬的威压，还是因为阿洛的力量？庄必凡杀进了尸群中央，找到了依旧战斗的沈斌。帮我开路，我去干掉字母石煞。行。庄必凡在前方用拳头开路，这股压迫感和地狱犬一样。子母尸煞就在前面不远处，街道尽头的路灯下站着子母尸煞。闪开，接下来交给我。沈斌身上爆发出一股怨气，怒吼一声，冲向街灯下的母子诡异。药效只有30秒。母尸发出一声尖叫，无数尸怪从四周围上来，挡在他身前。沈斌将挡路的尸怪撞飞，冲到子母尸煞面前，一片白光后，所有尸怪被炸成粉末。这么忙？可惜这一击最多只能重伤他们。扶我一把。庄必凡发现沈斌躺在一个大坑里，快步冲过去。我的骨头的基本全断了，带我离开这里。庄必凡抱起沈斌，转身就跑。该死！你们都该死！半空中出现一张巨大的鬼脸。完蛋，彻底暴走了！钟小爱将符咒在地上铺成一排。我倒要看看暴走的半步天灾到底有多牛。庄必凡怀中的沈斌对着对讲机低声说话：“队长，接下来交给你了。”沈斌说完，头一弯，昏迷了。你们快看！南城区一半的黑暗鬼域被冰雪覆盖，地狱犬浑身燃烧着白色火焰，停在冰雪与黑暗的交界处，盯着子母尸煞。地狱犬也来了，两只半步天灾碰面了。地狱犬朝子母尸煞冲去，母狮嚎叫一声，将手中的鬼婴丢出去。鬼婴落地时变成了10余米高的巨人，一掌拍向地狱犬。地狱犬一口咬在鬼婴巨人的手掌，鬼婴嚎叫，母狮撞向地狱犬，被一道冰层挡住，冰层碎裂出的冰刀刺入母狮体内，怨气从母狮体内通过冰刀流向地狱犬。喂，能听到吗？队长，你终于联系我们了，你去哪了？我一直在，但我不能出手。现在听好，你们的任务变了。什么？绝对不能让地狱犬吞掉子母尸煞，否则它会立刻晋升成真正的天灾。赵奎、钟小爱、庄必凡三人看着远处两只半步天灾。我知道这很难，但必须要去做，这就是鬼案组的使命，所以拜托了。明白了。赵奎看向庄必凡和钟小爱，那还等什么？钟小爱咬破手指，将血洒在地上的一排符咒上，符咒瞬间金光大作。玉清圣令，赤照雷兵，神霄浩气，巨化雷霆，
雷落。一道雷电从天而降，直劈地狱犬。地狱犬头顶凝结冰层，挡住落雷，冰层碎裂。我看你体内的能量能挡几道落雷。落。3道雷电接连劈下，地狱犬接连用冰层挡住。卑微的人类也敢对神出手，找死！钟小爱身后的地面突然升起一道冰锥，朝他背后射去。庄必凡出现在钟小爱身后，一拳轰碎冰锥。没事吧？放心，没事。专心用雷劈那狗东西。你背后交给我。好冷，整条胳膊都快冻僵了。地面上10多根冰锥从4面8方同时升起。糟了，这么多，怎么挡？可我已经吹过牛了，躲了，他就死定了。来吧，我挡得住。庄必凡的身影快到出现残影，将所有冰锥全部打爆。这速度连队长也做不到吧？他契约的真是诡异。庄必凡打完最后一根冰锥，跪倒在地。怎么这么烫？战场中央，鬼婴巨人倒塌，化作一滩血水。地狱犬落在血水之上，四肢陷落，被困在血水中。该死！地狱犬扭动身体，往血水外面跳，被天空的雷电一道道落下，砸在血水中。不能再翻新地道了，否则会被这溪水吞噬。都说了不要着急，可你偏偏耐不住性子。一辆轿车缓缓驶入，一个中年男人从车上下来。少说废话，快救我！放心吧。男人挑选的扑克牌，苏正峰手持燃烧着火焰的大刀从天而降，落在男人面前。老子等你很久了。神秘男人抽出一张卡牌丢向苏正峰，半空中卡牌碎裂，一只青面獠牙的立即诡异出现。好的，老子总算是出来了，这个世界准备感受痛苦吗？赤红刀芒闪过，这只立即诡异被一刀斩成2半。好强！有此等实力，却一直藏在暗处。你们这一次的目标是我。放心，我不会让你死得太轻松的。苏正峰再次冲向神秘男人，神秘男人接连打出3张卡牌，3只手持长枪的立即诡异出现，杀了他！3只诡异从不同方向攻向苏正峰，苏正峰躲开攻击，随后挥刀，3只诡异的脑袋同时飞起。你这样使用诡异的力量，就不怕反噬将你杀死吗？我的战友赌上性命相信我，我又岂能让他们失望？就算是死，今天也要抓住你。神秘男人看着苏正峰，抽出一张卡，打向地狱犬的方向。死狗走了！一只新的立即诡异出现在地狱犬面前，地狱犬张开大嘴，一口咬住诡异的脑袋，3两口吞噬。地狱犬身上升起白光，挣脱尸水。我要杀了他们！我说走，你听不懂。地狱犬飞向远处逃走。他走了，你不去追。我说过，我的目标是你。我想走，你留不住。是吗？万魂炼狱，万魂炼狱。无数暗黑色的火焰冲天而起，将2人包裹其中。你到底是什么人？炼制诡异，祸害人间，有什么目的？这个世界即将重新洗牌，真神将会降临人间。你以为你们能保护这个世界？笑话罢了。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不过没关系，只要抓住你，自然有审讯组的同事好好和你聊。苏正峰冲向男人，我承认你确实要比普通人更强，但终究只是一个个头大一些的蝼蚁罢了。也罢，就让你浅显的见识一下神的存在。男人说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特殊的卡牌，跪地将卡牌高举过头顶。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神，请出现吧！轰隆一声，空间被划开一道口子，一只巨大的眼睛在裂缝中缓缓睁开。苏正峰全身颤抖，低头不敢看那只眼睛。苏正峰抬起头，神秘的男人已经消失不见。苏正峰，你他娘的在干什么？战友用命给你争取的机会，你就这么错过了？我明明已经做好了死的打算，可那股畏惧感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只眼睛的主人真的是神？南城区街道，队长，你没事吧？我没事。沈斌他们情况怎么样？副队只剩下一口气了。钟小雅从28楼跳下来，多处骨折。谢文武、谢双全战死，17组的庄必凡也昏迷了。先回分局给他们疗伤。队长，子母尸煞丢了，不好向分局解释。该怎么汇报就怎么汇报，有什么责任我担着。钟小爱走到苏正峰面前，到底怎么回事？子母尸煞是你们组搞出来的？原本的计划是利用子母尸煞引出地狱犬和那个神秘人，可惜我把一切都搞砸了。你们要把庄必凡也带走？你清楚他现在的情况，普通医院根本没用，只能回分局才有救。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苗子，你可别给我挖走了。等这小子醒过来再联系你。苏正峰上车离开鬼样族第7分局基地，赵奎开车驶入，来到一个广场中，数名医疗人员在此等候。启动3个手术室，立马进行手术。医疗人员推着担架车，将庄碧凡、沈斌、钟小雅3人飞速推向多筒通道。一个穿着文职服装的女生走到苏正峰旁边。苏队，局长叫你过去一趟。你先去手术室外面等结果，我去局长那边。是。局长办公室，苏正峰来到一扇门前，敲门。进。苏正峰进门，一个男人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苏正峰，你好大的胆子！谁给你的权利，让你把封印的子母尸煞放出来的？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一次事件，阳城死了多少人？以为自己立了点功劳，就无法无天了。局意对我做出什么样的处罚，我都认。认。老子现在就想枪毙你！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局长，我把一切都搞砸了。你说那只眼镜让你害怕到不敢动？不是力量上的恐惧，那种感觉就像是蚂蚁见到了神，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本能恐惧。沈斌他们几个呢？情况很不好，医疗组说很大可能救不回来，都怪我，我搞砸。你是知道沈斌的重要性的，他要是出了事，老子枪毙你！成，滚吧！苏正峰转身离开后，李令东拿起手机。事情我调查清楚了，子母尸煞确实是第9组搞出来的，但事出有因。什么原因也不能私自释放弹部天灾，必须要严惩。当然，我已经严惩他了，扣他1年工资，记个大过。这算什么处罚？我告诉你，苏正峰必须停止接受调查。我们怀疑他已经被诡异的思想腐蚀了。你说要给苏正峰停职？没错。总局会派人把他带走。杨，你给他停职，那我也不干了。这烂摊子谁爱接谁接。李林东，你跟谁拍桌子呢？你说呢？你们总局的人坐在办公室喝茶吹空调，指挥这指挥那，老子带着兄弟们在一线拼命，出了点岔子就得被你们带走调查。这是我答应了，以后还怎么带兄弟们做事？你给我等着。来，我等着。你要是能把苏正峰从第7局带走，我脑袋给你当球踢！李令东挂断电话。妈的，成天坐办公室，给这货脑袋都吹傻了，动不动就停职调查，吓唬谁呢？分局手术室外，抢救室的灯熄灭，庄碧凡被护士推出手术室，守在门口的苏正峰和赵奎立刻围了上。医生，他怎么样了？没大碍吧？已经醒了，身体体征都恢复了正常，不过他身体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是弄不清楚。你小子没出事就好，不然我可不好跟钟小爱交代。怎么回事？我怎么说不了话？庄碧凡被护士推走。分局病房，庄碧凡躺在单人病房里，除了床之外，只有一个电视机。奇怪，我怎么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但是那个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就是想不起来？感觉好难受。第二天，庄碧凡坐起身，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新闻报道，阳城昨晚因煤气泄漏导致上千人死亡，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之中。庄碧凡看着新闻画面，皱眉。上千人，这一次至少得上万人伤亡吧？也不知道钟小爱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苏正峰走进病房，庄碧凡正靠坐在病床上。醒了。苏队，沈斌他们情况怎么样？钟小雅只是外伤，比你醒得早。至于沈斌，还在抢救，主刀医生已经换了3个了，情况不太乐观。那我呢？我的身体？你的情况很特殊，昏迷的时候，你身上一会儿极寒，一会儿极热，医疗组的专家也搞不清楚。他们推测你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你一直在用诡异的力量强化身体。所以上面的人现在很关注我。没错，你持续使用了4-5个小时的诡异力量，却没有明显的反噬。这说明你和诡异的融合度高得吓人。融合度最高是多少？测试仪器的上限是100%，但没人达到过。咱们分局最高的是一队队长80%，其次就是我70%。老实说，我看走眼了。你这小子藏得够深。问你个事，你还想回阳城，回钟小爱那个17组吗？苏队，你这是想挖人？有这个意思。不过钟小爱那丫头精得很，让我保证不跟她抢人。我还是想回阳城，跟17组的人也熟一点。开玩笑，9组对付的都是半步天灾，我去了不是送死吗？你想回去就别参加融合度测试，要是测出来你的融合度太高，你觉得你还有机会走吗？我明白了，可我这么走了，苏队你不会有麻烦吗？我连子母尸煞都敢放，还怕放走你？
阳城现在缺人，这事不算违反纪律。你等着，我叫人来带你走。苏正峰说完，离开病房。分局病房，穿的黑色作战服的光头大汉出现在病房门口。你叫庄必凡，跟我走。是苏队让你来的。废话那么多，1分钟时间收拾东西。分局地下停车场，姚磊带着庄必凡来到地下停车场，几辆装甲车停在那里，两人上车。队长，这人谁？是7组的，叫磊哥，我叫庄必凡。庄必凡，这名字有点耳熟啊，就是那个在阳城融合了立即诡异的小子吧？听说李局很看重他，还说等他伤好了要测融合度呢。队长，我们这么把他带走，李局那边老李不高兴关我屁事，是苏正峰让我帮忙的，有事他找苏正峰掰扯去。再说了，老子违反纪律也不是1次2次了，他不爽就帮我开了呗，正好回乡下娶媳妇。磊哥，你们的目的地也是阳城吗？是阳城旁边的红渠县，闹鬼患，正好顺路捎你一顿。我们搞定那边的事，应该就会去支援阳城。行了，不扯了，睡个觉，待会儿就到了。装甲车停在了一栋公寓楼前，周围看不到一个行人。那2只半步天灾都跑了，都跑了，也不算坏事，有他们的气息在，短时间应该没几个诡异敢在阳城闹的。不过世事无绝对，告诉钟小安那丫头当心点。姚磊拍了拍庄必凡的肩膀，下车吧。磊哥，不进去坐坐，等我们办完事再说。庄必凡下车后，装甲车离开钟小爱的公寓。庄必凡走到钟小爱的公寓门前，敲门。你怎么回来了？苏队让人送我回来的。苏正峰那家伙还真讲信用。对了，鬼哥醒了，你先去看看他，我换身衣服。老鬼的房间，庄必凡进来，老鬼正躺在床上。鬼哥，感觉怎么样？捡了一条命，苟延残喘，以后再也不能动用诡异的力量了。那以后怎么办？要不调回分局做点后勤工作？我不是做后勤的那块料，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战死。这时，钟小爱走了进来，还以为你会被分局扣下呢，看来也只有姚磊那家伙敢不把李局放眼里，把你送回来了。阳城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很安稳，就像姚磊说的，2只半步天灾的气息，吓得那些小鬼根本不敢露头。对了，昨天晚上警方在你家里抓到一个小偷。小偷？不过那家伙说认识你，老杨怀疑他是间谍，让你回来后去确认一下。那人长什么样？不清楚，你有时间就去警局一趟看看。行，那我回房间收拾一下就过去。庄必凡的房间，庄必凡回到自己房间，看到床头柜上摆着手机和钱包。他拿起手机，屏幕上瞬间弹出几十条未读信息。樊少，我到了，你在哪儿呢？还不快来接驾！我操，你们阳城这是什么动静？世界末日了，兄弟，赶紧来接我！我在鸿沟车站。他娘的，你不来接我，我可来找你了呀！我知道你家住哪，兄弟。我到了，你快开门啊！不开门，我可只能睡过道了。你倒是回条消息啊！算了，老子撬门了呀！哥，快来救我！我被抓了，他们非说我是间谍。这货还真来了。庄必凡一直觉得自己漫画中的角色出现在现实已经是很离谱的事情了，但在跟诡异组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发现这个世界远比他想象的还要离谱。诡异苏醒，还有那制造诡异的神秘人，甚至是神，这个世界还是真实的世界吗？